我真的不晓得。我那会儿太困了，雾又大，又没得路灯，我就那么一晃神，就听到砰的一声，他就。我也没想到，那儿，垮的一条腿，我还有人想陷害我。孙队，我这边是女性着装的右下肢，根据骨骺闭合情况和皮肤状态初步观察，死者很有可能为女性，年龄估计在20到35岁之间。压成这样，其他部分呢？还在找，尸体损毁的比较严重，那边也散落了一些。抽一根，下次记得在上门口。闻不到尸臭味，但是能闻到自己有多怂。头找到了吗？还没找到。初步来看，死者的颈部肌肉撕裂，颈椎呈剪刀性断裂，倒是符合高速撞击导致头身分离的特征。肩部也有撞击伤，分散的组织都有擦伤和拖行的痕迹。从四肢的僵硬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还在12小时之内。师傅，那儿怎么躺了个人？哎呀，我去！赵局说你今天回来，我以为你会回去报道，没想到直接来现场了。师傅，这位是？这是我老搭档，严密。兄弟，欢迎归队。老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弟，叫贾鹏，特认真。严哥你好，我是小贾。哥，你干嘛呢？孙队，看来我们俩的判断应该是一样的。这不是车祸。对，是抛尸。抛尸？那为什么呀？师傅，你不刚来吗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第一，这里距离城区将近40公里，周围除了工厂外，没有任何居民区。这一片荒无人烟的，没什么人过来，专门走一些运私货的大车。从尸体的各方面状态来看，被害人平时注重保养和形象，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。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又是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第二，血迹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这是第一撞击点。不，是碾压点。如果是撞击的话，尸体会先飞出去，同时周围会留下喷射状溅落血，再落回地上，再翻滚。但是，留下的血迹状态应该有很多种，而不是这样单一。但如果是熟悉这条路的人，故意趁大雾抛尸，
想借用交通意外来掩盖真相，就只会留下碾压的痕迹。就像现在这样，面积虽然大，却几乎没有喷溅痕迹的血迹。我吕下，如果是抛尸的话，凶手应该把尸体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埋了，而不是扔在这个大马路上，还把咱们招来。不是，这为啥呀？这也是我在琢磨的，是挑衅，还是报复？死因鉴定出来了吧？直接死因是头颅与身体的完全性断离导致的失血过多。表面上看，肌肉、皮肤、颈椎断面符合高速撞击致死的特征，但事实上，头不是被撞掉的。车祸导致的头身分离，皮肤创缘是呈放射状撕裂，颈椎断面是多项骨裂加粉碎性爆裂，但这具尸体的皮肤创缘是波浪状撕裂，单向骨裂，还有局部压缩痕，而且我们在伤口处还检查出了微量金属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头是被器械生生给前段的。孙队，这条路从12点到报案的2点，共有17辆大车经过，只有1辆是没有上高速的，车牌号是江E94845。根据监控，这辆车最后消失在这个56园，之后就再没出来过。分头照。好。9484。西北角，红色大货车。收到。还没卸货，车刚洗完，人应该还没走远。师傅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这车能……你是什么人？啊，我是……哎，师傅，那个去大厂多少钱？我不抽烟。那个我这2天车做保养不拉活，你们找别人吧。别啊，师傅，帮个忙呗，我们给你加钱。啊，对，我那客户要的急，
我看这片儿就你这一台车歇着呢，是吧？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哎，师傅，你别走啊！师傅，那里那人说吕伟。先带过去啊！好，走。咱们直接审他呀！先晾他一会儿。这事情发生到现在还不到半天呢，记忆还新鲜着呢，让他好好想想。到时候，一熟就落，一捅就透。明白。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没变。走吧，老严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可真就守不住你那块风水宝地了。你可不知道，每天你这工位啊，被人争的是头破血流的，我是争死拼命才给你留下来的。每天擦的比我自己的脸都勤。严密同志，归队。别现在过去了，暂时换个环境。要赶我走？我们俩永远都是搭档，我等你回来。继续一起战斗。相片给我。老爷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师傅的案子已经结了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就是马广福蓄意报复，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他。可炸弹呢？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炸弹的来源，一定是在包庇他身后的真凶。只有找到这个人，才能找到师傅被害的真相。现在纪念师傅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我们俩站好这盘岗。你每个月给关南寄的生活费，他每次一收到，就都原封不动地送回到收发室。5年，整整60封。老严，我相信关南不是真心恨你，他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时间都是向前走的，我们也不能总困在过去，我们得向前看。可有的时间，他没往前走。师傅，师傅，秦记那边正在查刘伟的货车，打电话来说轮胎和底盘都发现了人体组织跟血迹。走，该熟了。
摘下去，摘下去。老严，快点！你以为压到野狗？李伟，你自己品品这句话可不可信？压到野狗的话，见到警察为什么要跑？李伟给你机会不用是吧？行。不是我没想跑，我开始真以为是压到野狗了，我下车一看，那玩意儿根本不是狗啊！当时车速多少？我忘了，可能70、80吧。捉完之后停没停车？等一下，你是压过去的还是撞过去的？压过去的，不是撞的，那个撞有嘣的声，真没有嘣的声，车就是颠了一下，是压的。你当时下了车之后看到尸体什么样？有没有头？我哪敢去仔细看呀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。凶手手段残忍，手法专业，而且还在尸体上制造了大量的虚假痕迹，以此来迷惑咱们。可见凶手也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。是的，尸体的状态非常触目惊心。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确认，公路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但由于凶手在运输尸块的过程中十分谨慎，所以具体的犯罪细节我们还在复原。凶手转移受害者，一定会使用交通工具。我建议回到现场，寻找突破口，找到抛尸的车，就能找到抛尸的人。现在可以确定，这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杀人碎尸案。我宣布，立即成立517专案组，我亲自挂帅，具体侦查工作交由刑警队负责，全局上下所有部门给予全力配合。废话不多说，所有人给我绷紧神经，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。是。完整的说说你的怀疑。他费这么大劲，制造出头身完全姓离断的痕迹，几乎制造了一起离奇车祸的效果，为什么不把头留下？但其实就连吕伟自己都不清楚，他到底压的是活人还是尸体。如果有头的话，吕伟一招供，警方就会认为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以车祸结案。就跟当年一样。当年是当年，师傅的案子没有任何疑点，那也是我的师傅。那现在呢？你认可我的推断吗？你的推断成立，所以头为什么会不见了？我怀疑凶手是故意把头带走的。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抛尸，必定要使用交通工具，可是为什么没留下印记？
孙队，你仔细看，这条轮胎印又窄又浅，又套在大车的轮胎印里，的确很容易被忽视掉。也就是说，在抛尸之后，凶手故意模仿大车的行迹走，等到大车们开始频繁活动之后，就可以轻松覆盖掉他留下的车轮印。因为高速上有监控，所以他不敢走高速，只能沿着土路返回市区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扩大范围查环城路监控。找到了，这辆11点47突然出现在环城西路上，符合从石子路上出来的特征。这辆车最后出现在子明花园外的交通监控12点24，车主叫孔娇，家住子明花园3号楼8-A。咱们分两路，我和老严上楼，林霄、贾鹏，你们去地下车库看看。是。8-A。靠！那个屋头啊，像是安了定时炸弹吗？3天2头的都来一帮人乒乒乓乓的。我说你们再啷个闹的话，我当然要报警了哦。大姐您好，我们就是警察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你们也不早说。哎，那个屋头那小两口是不是犯啥子事儿了哦？哎呀，我早都觉得男的不对头。大姐，您给说说怎么个不对头？那个男的素质特别差，每次下夜班都要搞出很大的动静，还总是弄一身铁锈渣渣，好几次都弄到我那个铺盖摊子上了。铁锈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回呢，身上落了那个粗、那个长把螺丝带，捡起都跑了。他身上的铁锈是红褐色还是青灰色？那个红的嘛，灰的。反正都是那个血浆那种颜色，红铁框架混合金属氧化物的颜色，符合丝矿运输车辆的辐射特征。大姐，您给说说这俩夫妻平时关系怎么样？哎呀，想起来上个月我听到外头叮当哐啷的，我就透过那猫眼往外头一看，就看那个女的扶起肩膀都跑起出来了，那个男的拿了那个长根铁棒棒。知道他说再跑的话，把这腿打断。你说嘛？说那个话像人说的不嘛？那男的叫什么？哎呦，那个我都不晓得了。没什么事了，谢谢你啊，大姐，谢谢啊。哈哈。经理你好，麻烦开一下8-A 的房门，这是搜查证。老严，孔娇应该是和另外一个男人一起生活，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2人份。内衣、钱、身份证都在，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没少。但是监控拍到的就是孔娇的车，理论上来说，他是有嫌疑的。看他家有序的样子，不像是犯案后畏罪潜逃。孔娇应该不是凶手。
那凶手有没有可能是家暴他的女人，杀了人之后借用他的车转移受害者？凶手手法残忍，谋划精心，实施计划非常冷静。孔娇很可能已经被凶手带走了。吕笑，8238。喂，孙队，地下车库找到了孔娇的车，马上过去。凌霄，说起来，孙队，这是什么？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？
孙队，周围勘察过了，现场除了疑似死者留下的血迹外，没有别的痕迹。行，你们固定好外围，剩下的交给法医。叶子，地下车库死者躯干的 DNA 和孔娇家采集的样本一致，但与躯干缝合的头颅则与宫洛案死者的 DNA 相吻合，基本可以由此确认，地下车库死者的躯干属于孔娇，头颅属于宫洛案死者。孔娇的死亡时间是在2天前，也就是15日凌晨。尸表淤伤集中在胸腹和四肢，皮下出血形态符合钝器击打的特征。部分伤痕边缘有皮革样化，证明死者生前有反复受创的经历。反复受创，家暴啊！重点在这儿，死者颈部缝合处有活体反应，切割时肌肉收缩导致创圆呈锯齿状，所以很有可能是凶手在切割的时候，他还是活的。电流斑的同元素数据呢？在这儿，结果和你们猜想的一样，同元素与紫明花园地下室接地同壳，成分一致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案发的第一现场就是在地下室。哎，孙璇，你再把茶倒我绿萝里，下次尸检我拿你当样本。聊案子，聊案子。在孔娇家小区的地库里，我们发现公路案的受害者的头在孔娇的身上，孔娇的头又不知所踪，而且孔娇的死亡时间要早于公路案的死者。公路案死者的头为什么会出现在孔娇的身上？他们两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现在已经确认了，他们既没有受到性侵，也没有财物的损失。那么凶手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情杀还是手杀？我们排查了交通监控，推断应该是凶手驾驶孔娇的车到的地下车库，但是由于遮阳板的遮挡，交通监控并没有拍到凶手的样子。他放下遮阳板是为了让自己的脸处于监控视角的盲区。凶手熟悉小区电路结构，能巧妙避开监控，他的反侦查能力很强。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他可能还会动手。我们得抓紧时间，否则还会有人遇害。小韩，你来确认死者的身份，发函给各地的派出所协同调查。小鹏，你和林霄去排查他的社会信息，尤其是他跟孔娇的交叉点，给我找出来，他同居的男人是谁？行动起来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孔娇的头很有可能会在第3个受害者身上出现。Machinery had started to move and nothing could stop it. The machinery had started to move and nothing could stop it. I knew he wouldn't lie, but all I wanted.哦，对了，师傅，这天晚上的凌晨1点到3点之间，你没发现什么异常？一般晚上没得啥事情的话，基本上都睡了。
毕竟我都那么大岁数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那个电梯好像跟抽了风一样的，动不动都自己乱跑，一会儿从负楼往上面跑，一会儿又从30层楼往下面窜，好像闹鬼一样不管也喊人看了2次，好像也没说出啥子名堂好像。但是前天开始又恢复正常了。停，就是这个人，严肃回放。孙队，我先去看一下电梯。你探头到电梯外，应该是有人在跟踪你，而且打扮怪异，让你受到了惊吓。你按下8楼，那是你家的楼层。可是电梯到了8楼却没有停。你按下所有楼层，在危机时刻做的决定是对的。但是没想到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电梯程序故障，而是凶手提前篡改了系统，让电梯只能升到顶层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择顶楼吗？人少、夜静、方便杀人、藏尸。谢谢你师傅，谢谢。没有。你被电梯带到了顶层，于是你只能跑到天台，找寻楼梯间下楼回家。但是凶手对你穷追不舍。他喜欢看着你，就像受到极度惊吓的猎物一样疯狂逃窜。你越是害怕的瑟瑟发抖，凶手就越是兴奋、疯狂。
岩，你来看这边。这里怎么会有矿渣？老严，下次能不能换一招？打斗的痕迹，还有那儿。给小朋友。叶叔叔，没事。大丑叔叔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小朋友，没看到你。不是你有病吧？啊，你那2个眼睛是用来出气儿的吗？对不起，哥，我真没看到。没关系。宝贝儿，起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啊？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说再多，不还是把孩子给撞疼了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朋友。爸爸，我没事。你看看你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就是一垃圾，天天跑出来吓孩子，别在这摆摊了，不正业的东西，看见你就恶心。你看他长得好吓人，哎呀，快离远点。我这样有错吗？我也不想这样。冠南，他们都看不起你，都不懂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你要听我的。所以孔娇的行动路线是，他发现被人跟踪，坐上了电梯，然后他在顶楼发现有人，所以跑到了楼梯间，在这里经过打斗，然后跌落到了这里。他再次跑到了地下室，被凶手抓到之后拖到了设备间。而凶手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？他想要被害人感受到恐惧，完全击溃对方的心理防线，慢慢享受虐待和杀人的过程。喂，收到。小林来消息了，说公安有人提供线索，受害者曾经在湖光 KTV 工作过。巧合的是，孔娇也曾经在湖光 KTV 工作。他们去查了，咱们先回队，走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我推下去！再过来，我推下去！不，你先下来，我们好好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。姓严的，当初要不是你把我抓进大牢，我老婆不会没人管，她的病不会没钱治，是你们杀死了我老婆。当年抓你是因为你肇事逃逸，致人死亡，犯了罪就得付出代价。你明明有机会重新开始，为什么要炸死无辜的人？那是他们该死，他们上了你的车。明明该死的是你，而不是他们。你们一个个高高在上，满口仁义道德，你们根本就不懂我们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。我就想拉个活赚钱养家，我有错吗？我告诉你，是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该死的应该是你们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
哥。老严，上车。乔思思5年前曾在湖光 KTV 陪酒，湖光倒闭之后，他一直无业。8个月前，他银行账户的每个月中都会收到一笔钱，钱从哪来的？是从境外的一个账户汇来的，最后的一个打款日是在案发前5天。境外？以乔思思的生活圈怎么会接触境外？查了吗？已经发函给兄弟单位协查了，但是涉及境外比较繁琐，所以短时间内未必能有结果。孔娇呢？被调什么结果？他跟乔思思一样，5年前呢都是湖光 KTV 里的陪酒。他不干了之后，在利民路上租了一家店面，开了一家内衣店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门了。我们找房东了解过情况，说他打算不干了，要去外地发展。和他同居那个男人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他叫马金光，是一名矿工。继续说。5年前呢，在 KTV 门口，为了孔娇，他跟别人打架斗殴，被行政拘留过。他们俩就是那会儿认识的。还有，案发前几个小时，他去过孔娇的小区，而且孔娇手机里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和马金光打的。几点打的？晚上10点。孙队，我们查到乔思思遇害前一晚去过武安路一家叫夜嗨的酒吧，但当时正是人流量的高峰期，服务员具体记不清发生了什么，就记得他身边有个男的非常奇怪。这个男的很谨慎，我们排查了监控，画面里面的他不是背影就是低着头，根本就看不清楚脸。怎么离开的？坐出租车离开的，车牌号是8350，已经给交管部门发去了，很快就能有消息。行，这条线继续盯着啊，我去请下马金光。小东跟我走。我也去。师傅，严哥，我和小韩去问问周围的邻居吧。走。放下了，人不能永远都活在过去。楼道里的矿渣还有通话记录，的确让马金光现在很有嫌疑，但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。一会儿你千万别冲动，我们按规矩来。好。马金光。 警察要强闯民宅是吗？我们需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。我没空，也不想见你们。你是不想看见我们，还是害怕看见我？马金光，我们现在是问询，希望不要变成讯问。你应该明白这两个的区别。不用吓唬我，想抓就抓吧，反正你们是警察，就像当年你害死我爸那样。啊！ 抓！抓！快点儿！要是没事就赶紧走。孔娇死了。孔娇死了。1个星期前，娇娇给我打过电话，
说他要去广南。当时听他语气态度还挺坚决的。去干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就说可以赚大钱。自己吗？还是跟别人一起？我问他了，他不说。15号凌晨，你在哪儿？15号凌晨，我应该一直在矿里。紫明花园的电梯监控拍摄到你14号晚上7点出现在了孔娇家，但是没有拍摄到你出去的画面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，你觉得你逃得了吗？我没有杀娇娇。我走的时候电梯坏了，我走的楼梯。最近那个电梯好像跟抽了风一样的，动不动都自己乱跑，一会儿从负2楼往上面跑，一会儿又从30层楼往下面窜。几点离开的？8点。8点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一直没接。这是孔娇遇害的楼梯里我们发现的矿渣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是个矿工，我走过的地方有矿渣，不正常吗？还有我从紫明花园出去之后，我就回到矿上，那天上夜班的人都能给我作证。孔娇身上这些伤是你打的吧？你一直在对孔娇实施家暴。我们吵架了，越吵越激烈，就动手了。那他也打我了，这是他挠的，还咬的。因为什么吵架？他之前不是在 KTV 工作过吗？我们俩好了之后就答应不再去。也赶巧他之前工作那 KTV 倒闭了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可前段时间他那个老板又找他了，说有个客户点名要见他。你说哪个男人受得了这个？换作是你，你受得了吗 ？KTV 叫什么？现在是个酒吧了，叫夜嗨。经理叫什么？不知道。姓张。赵哥，晚上干啥去啊？疯的，对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陈总，不好哟。张哥好。哎。少说那些，快，进，进去。晚上好，先生，你们有没有订位置？没有的话，我给你们安排。我来这儿还用定位置啊？啊！我找你们张经理，人呢？你们认识嗦？老师，你在搞笑吗？我们大哥来跟你们张经理做生意，你要啥子？他人呢？说大点嗦！我还认识呢。你们张经理在你们这儿是个经理，在我那儿就是个小崽子，知道吗？啊！快点，大生意人找出来！
好意思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通知他。哎呀，哎，表哥，就是下面那几个朋友说要找你。林哥，对。嗨，嗨，哪点的朋友？交个朋友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来，上，请，楼上请。烟收钱，不收。来，张彪是吧？哎，有些事儿跟你了解一下情况，请配合一下。哎呀，沈队，你说话太客气了噻。警民合作是应该的噻，我肯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说嘛？那行，帮我们认个人啊。哦，这俩认识吗？我有啥子事？我跟你说，我那点女儿恁个多，我哪里记得到嘛？是不是吧？张彪，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，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。武光的事情，你都忘了？再杠。怎么样？现在能认出来了吧？认了，我看看啊。哎，那个思思妹儿、娇娇，那两个妹儿我全部都认了。早先在我那点上过班儿，但是早都没在了。关于他俩的事情，无论发生过什么，都给我讲一遍。走。谢了，张经理。哎呀，客气啥子嘛？哎，几位警官，还是耍哈儿再走嘛。兄弟请客，肯定安排到位，要得不？得了，你张经理的安排我们可不敢接受。最近留心点儿，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们。好，一定。哦，对了，冷哥，如果有娇娇他们的消息的话，还是跟我说一声。毕竟跟了我恁个多年，那两个妹儿还是多造孽的，干我们那一行，命苦。哎，老板，你要的东西到了。哦，你先送上去。哎，好嘞。那我就不送了哈。要得，好，回头来哈。哎。孙队，拉乔斯那辆出租车约过来了。走，我问你。几位去哪儿啊？是刑警队的，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怎么了？帮我们认个人。这女孩见过吗？我有印象，坐过我的车，穿的还挺暴露的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哎，对了，那天晚上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的。一个男的跟着他？啊。长什么样？戴个帽子，天黑我没看清楚。师傅，前面给我停一下，给我买包烟。就停这儿吧。你还没到地儿呢，要不抽一包我的？你这烟我抽不了，我抽外烟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这能走吗？那师傅，您还记得超市在什么位置吗？在那个万福路口那个烟店。对了，那个男的走路好像一瘸一拐的。那片都是拆迁区，没有小区啊。抽烟。没事吧，汉兵？没事。上去。
取消法医。好。通知大家保护现场。好，是吧？是吧？娇娇，什么时候回来？要不要我把饭给你热一下？马金光，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，你不要再打给我了。你在哪儿？天天的不回家，你到底在外面做什么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到底要闹什么？老袁，你都受伤了，不是说让你在家休息吗？老袁，钢珠表面呈镜面光泽，无可见车销纹，可能是自行车轴承的专用钢珠，爆炸后的穿透力比普通钢珠更强。自制硝化棉炸药，轴承钢珠，跟当年的案子一模一样，所以师傅的爆炸案，马金光有嫌疑。当年的凶手是马广福，不是马金光。根据犯罪现场对凶手做出的心理侧写，部分符合马金光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形成特征，他身上有太多与案子的关联。老袁，我们不会排除马金光的嫌疑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顺着佛像以及爆炸的线索，去找出真正的凶手。师傅，师傅啊，说，快吃了。张彪一直迷信，最近找大师请了一尊神像，但这尊神像根本就没有发货。送货员说是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到批发市场的路边取货，邮费就塞镶边。批发市场的业务量很大，他们经常这样取货。我们也排查了附近的监控、店家，并没有拍到相关人员。电话，他打的电话呢？电话也查过了，是一个超市门口的公话话吧。店主说每天打电话的人太多了，没有注意过当时。哎，但是唯一有一点可疑的就是这个话吧就在夜嗨酒吧的附近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们会继续排查，他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。你们问的那个出租车司机，他说的那个一瘸一拐的人呢？小韩他们已经去过拆迁区了，那周围没有监控，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，根本就没有线索。现在我们就知道的是他的体型和他疑似残疾人的特征，排查起来难度太大了点。我们还初步排查过孔娇、乔思思、张彪，他们之间最大的关系就是之前倒闭的湖光 KTV， 但那已经是5年前的事儿了。KTV 里人员往来结构复杂，所以调查起来难度比较大。3个受害者作案手法不同，但都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并且作案手法极其残忍。我们在调查爆炸的同时，继续盘查一下这3个受害者的人际关系，尤其是跟他们有交集、有过节、有资金往来的。是。还有，这一件案子都没破，又有2有3。局长，孙学啊，孙学，你可以啊，还在市区里发生爆炸案，你知不知道这社会影响有多不好？赵局，我们正在努力排查，我保证。你别保证，你赶紧给我抓紧时间破案。保证有什么用？一天到晚净整些没用的。你回来还适应吧？那就好。你有什么需要，就直接跟我说，
局里全力支持啊，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。我对你还有个要求啊，一定要保证大家的休息。这破案子，那不是打螺丝扛的包，靠的是脑子，不是体力。食堂给你们准备了营养餐，开完会赶紧去吃啊。哎，谢谢局长。继续。是吧？哎，麻利儿的啊，一会儿凉了。啊，知道了，局长。师傅，张彪老婆联系上了，说是昨天晚上去做美容没电了，回家充上电也忘开机了，现在可以叫他过来做询问。哎，不用，我们不能那么不近人情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就别让他过来了。马金光，听说昨天有家酒吧爆炸，一个警察还被炸伤了，原来是你啊！哼，报你！马金光，我警告你，你别给我犯浑啊！马金光，你昨天晚上在哪儿？杀我老婆的凶手找到了吗？有什么可以通知你的，自然会通报给你。就是没找到，为什么抓我抓那么快？一有个风吹草动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你们有这个精力怎么不去抓凶手啊？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抓住凶手的。我有线索要提供。什么线索？娇娇最近认识了个人，叫小燕。那个女的不知用了什么邪招，把娇娇忽悠得五迷三道的。自从认识了小燕，娇娇天天跟我闹，动不动就说要离开家去南方发展。我好容易给她劝好了，让她别再联系她，好好跟我过日子。好容易答应之后却……还有吗？反正这个女的一定有问题。这2天我碰见过她，一见我就跑，鬼鬼祟祟的。你好，警察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张彪生前的情况。您丈夫张彪人际关系怎么样？尤其是有没有什么仇家？他从小就混社会，开过 KTV， 也开过酒吧。干这行的嘛，难免朋友多，仇人也多。但要说谁有个大过命的仇，我真的想不到。孔娇和乔思思你应该听过吧？张彪平时和他们有来往吗？他们俩原来都是 KTV 的员工，从开业那年就一直在 KTV 跟着张彪干。KTV 倒闭以后，就都散了。交集多不多我不清楚，工作上的事儿，张彪一般不带回家里说，我也从来不会主动问。昨天你在哪儿？昨天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我老公，你们怀疑我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有点冒昧了。你不用紧张，我们只是例行问话而已。你先坐。昨天我在美容院，我上午10点半去了做的全身美容，晚上8点半才走。我有固定的美容师，那个美容师叫刘一梅，你们可以去问她。这王洪家有问题，思维条理太清晰了，
连思考的过程都不需要，甚至连愤怒的反应都像是提前练好的。墙上的印子，应该是原来挂结婚照的。屋内跟张彪有关的东西都收拾得一干二净，不合常理。常年化妆的人注重仪表，即便家中办白事，略施粉黛也无可厚非。但她的妆容却过于浓艳了，甚至依然穿金戴银，涂着色彩艳丽的美甲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夫妻感情深厚的女人突然丧夫之后的状态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身上的衣服折线明显，版型挺阔，显然是崭新且没碰过水的。张彪是昨天半夜突然死亡，现在是大清早，那些店铺还没开门，他去哪买？还是说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？两种可能，要么他在盼着张彪死，要么他知道张彪会死，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王洪家，王洪家。不，我重新排查了这附近，发现这个位置正好能够看到张彪在酒吧路边停的车。凶手应该就是在这里盯梢，确定张彪在店里，才安排了送货。这个摄像头排查了吗？排查了。您猜怎么着？我猜你小子给我学到东西了。过来。就是这个人，最近非常可疑，老出现在这附近。放大他，脖子的地方。啥？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哦，对了，佛像运输那条线继续要排查。好，我就不信没人认识。谢谢你啊。困难。冠南，别跟着我。冠南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为什么当初死的不是你？师傅，车钥匙。回来请你吃饭啊，记得把我车修上。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哥，我爸同意了。
傅，赶紧别打！师傅！我浑浑噩噩活了10几年，好不容易日子有了盼头，一瞬间全没了。关南，来，哥帮你，走。当年的事儿，受打击最大的也是他。他不是真的恨你，他只是无法宣泄自己的痛苦和愤怒。给他点时间吧。你也是，就算要找真凶，你也得先走出来才行。